或许真正的勇气不是奋力向前跑，而是敢于停下来，停下来看看自己的轨迹，问自己一句：我为什么要跑？这也许是自然界中最令人窒息的死亡方式。无数只蚂蚁前赴后继，围绕成一个诡异的漩涡，它们不停地旋转，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。它们并非在举行某种古老的仪式，而是集体陷入了一个无解的行为陷阱——死亡螺旋。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，这个漩涡将一直持续，直到所有蚂蚁精疲力尽。有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，我们就像那些不停奔跑的蚂蚁，拼命地向前走，却永远到不了目的地？在自然界里，真的有这样一种现象，它被称作死亡螺旋。这是大自然最残酷的循环之一，没有敌人，没有天灾，只有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困死在奔跑中。在热带雨林的地面上，无数只行军蚁首尾相连，围成一个诡异的漩涡。它们不断地整齐地围着圈奔跑，就像被某种无形的指令操控。科学家第一次记录这一幕是在1936年，生物学家施奈尔在巴拿马观察到数百只蚂蚁围成了一个螺旋，并不停地旋转。即便是热带暴雨倾盆而下，也没有打断它们的循环。当第二天它们再回来时，几乎所有蚂蚁都已经精疲力尽地死在原地。后来人们见过更大的死亡螺旋，直径超过300米，最外围的蚂蚁跑一圈需要2个小时，整整2天2夜，它们一直在原地转圈，直到跑到力竭，相互绊倒，最终层层叠叠的死去。这不是捕食，也不是仪式，而是一场由秩序引发的自我毁灭。行军蚁是极度依赖集体的生物，它们没有固定的巢穴，每天迁徙、狩猎、筑巢，所有行动都靠气味、信息素来引导。它们几乎没有视力，完全通过前一只蚂蚁留下的气味痕迹前进。如果这个路径断裂或者信号被打断，整个队伍就会迷失方向。当一只蚂蚁误跟了错误的路线，留下了错误的气味，后面几千只蚂蚁都会跟着走，直到整个群体绕成一个圈。随着这个圈的形成，气味会越来越浓，吸引更多的蚂蚁加入，最终成千上万条生命就在这样的循环中走向死亡。他们不逃不反抗，只是本能的继续前进，相信前面的方向是对的。听起来像极了人类社会，不是吗？我们也有自己的信息素，那就是别人留下的轨迹、主流的声音、算法推荐的内容、别人做过的选择。我们追随、模仿、点赞、转发、复制，直到我们也陷入一种更隐形的死亡螺旋。一、上班的循环，每天早起、会议、加班、通勤、睡觉，你以为是在为未来奔跑吗？其实只是在一个不会停的圈里打转。二、舆论的循环，一个热点出来，所有人都在说同样一句话，转发同一个观点，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：这个方向对吗？三、社交的循环，我们不断迎合、表达、表演，害怕掉队，害怕沉默，害怕成为那个不跟着走的蚂蚁。就像那群行军蚁，它们并不愚蠢，只是太信任前面的那一只蚂蚁。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群体从众陷阱，它们源于一种深层的安全需求，人们宁可错在集体中，也不愿意独自正确。社会心理学家阿西在20世纪做过著名的从众实验，让几个人判断一条线的长度，当多数人故意说错时，试验者中有超过70%的人也跟着答错。我们都害怕与众不同，所以在信息时代，人类比行军蚁更容易迷路。当你刷短视频、看评论、跟风表态时，算法就成了你的信息素，不断地引导你转进一个更大的漩涡。或许真正的勇气不是奋力向前跑，而是敢于停下来，停下来看看自己的轨迹，问自己一句：我为什么要跑？那些跳出螺旋的蚂蚁没有更强的力量，只是偶然抬起了头，不再跟着气味走。而人类也一样，当我们能从喧嚣的信息里抽离出来，从习惯的轨迹中退一步，我们才能开始前进。也许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累，是因为你在奔跑，但更可能的是你只是在原地打转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现在追逐的那条路真的是你想去的方向吗？每一个陷入循环的人都曾以为自己在前进。如果你也曾有过这种感觉，点个赞，让我们一起抬头看一看，停一停，再决定往哪儿走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。咱们下期再见。